这个就是非常好的。哇，队长，快快！发现个啥了？你看呀，3颗哦。这种大的要拍拍它的头，拍一下头，为什么？让它的那个孢子先落掉。哦，这样子啊？对，这样拍吗？对。好大。还有就是那些越明显的地方越不容易长，即使长了也会被别人追。就是要往那些看着就很神奇，就是特别像。然后比如说你在哪个地方踩到一朵，然后就要在周围再找找，那种概率会很大。兰姐，你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很贵的一种了，我们的方言叫蹭子，好在这里会有哎，兰姐，啊？看到这个了吗？我刚以为是石狮。一般是像这样，我看它的根在哪里。白牛肝，白牛肝就是我们刚刚采的那个，像这种就能卖上好价钱。这里还一颗。哇！这是我们这边的毒王，毒王，我们叫石灰菌，石灰菌。石灰菌。对，这个就是吃完直接上山抬上山的那种，连挽救的余地都没有。你说的什么？这石头吗？就特别像啊，这个能吃吗？不能吃，这不能吃啊。我们喊粉姐，会见小人人的这个，哦，这能吃吗？这个就叫满天星。啊。我们这边有一句话叫做“满天星，吃了翻眼睛”，能听懂吗？吃了翻眼睛，翻白，对，喊妈妈。对，这个能吃吗？这个连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吃，才会去问我爹。一般不能吃的菌子，它有几个特点，就是它很软。这个真的是，
年轻人都回来了。这一家呢，就是一个海归，然后放弃了特别好的条件，来做了这个小院子。你们好。哎呀，莫凡，好久不见。我也是农村长大的，未来利用我学习的知识技能，可能要反复加强，做一点更有价值的事情。在海外待了6年，待了6年。对，之前是做什么呢？在海外？在跨国企业的高管。哦，对，我在你们的这种影响之下，能影响更多的人。对，这就是我回来的初衷。可能哪一天老村长不火了，乡愁不火了，但是有那么一群年轻人都在做这件事情，这就是我们想去做的这件事情。就像我3年前回来的时候，我也不敢想象我们的这个村子可以变成这个样子。是，看着路灯亮起来的时候，真的是热泪盈眶。哪怕有一天没有流量了，也没有关注度了，但是这个村子还在。可以吃啊。也是那个时候吃这个不，哎呀，没有吃过。然后直接翻眼睛。这个呢？这个能吃吗？我这个我们还翻眼睛。这个呢？这个能吃吗？不能吃。这也不能吃吗？这个能吃吗？我们没有吃过。这也不能吃。哇，那么大一个！看一会儿它的颜色就会变成青色。口水糖。哇！哇！来吧，我来吧。来领。不要放了，放这个盘子里面。你要洗米哈，对，中那个洗的大点这个洗，重油多。是传说中的金手青。小心中毒啊！我跟你说，反正医院的路好去嘛，医院的路我们很熟。我现在终于理解云南人为什么每年中毒还要吃蘑菇。试一下，
我武夷山带来的。为什么又会想到回到家乡？我从小学上大学的每一分钱都来自这片土地，很多青壮年都在外地打工，村子里面老人孩子就种点粮食够自己吃就行。然后我觉得不行，还是得回来。我第一次直播去地里面支个锅，一边炸洋芋一边卖洋芋。我当时在地里面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没整明白啊，才播第1个小时，直播间就被封了。我的直播间的那些产品有80%-90%都是粉丝给我找的，是吧？对，他们经常有些云南人在外地生活、学习、工作的，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想吃我们家乡的什么什么一个饼啊，或者是一个什么小吃啊。”我说我不知道，然后他们直接把品牌方的那些所有给我对好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，就是在这种有一个时期，就是自己会莫名其妙的焦虑，一直都到现在都是。有的时候被推着走，后面我也想通了。我觉得哪天没有流量，我觉得也是一件自然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在没有流量之前，我还能做点什么东西，留下点什么东西。但是他一回来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很生气？你说好不容易把他供了一个大学生出去，结果又回到村里面。我真的就逃回来，我也好不容易出去了，你还回来做什么呀？你回来。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信，像骗子一样，一天到晚不务正业啊。对，宣传部做宣传部那不现在都是要了，你家伙整不的是做什么？他们以为我犯什么事儿了。我们村子头的人也是。当时我跟你一起去领那个奖，很多机构就要签我。后来我思前想后，我还是决定要回来。这片土地曾经给了我那么多希望，所以我还是自己有点能力的时候，我还是想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努力，让这片土地也看到新的希望。这就是上大学、接受高等教育、走出大山的意义和目的。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去武夷山，真的。那肯定的。叔叔阿姨哈，我在武夷山等你们。可以。